皇上是多疑，翊坤宫闹刺客，除了有奴婢这个人证，还有不少物证。可皇上并非全然相信，主这步是不是走得急了些？一点都不急。世子已顺利继位王爷，我离后位也只差一步之遥。如若这步真能迈过去，岂不双喜临门？再说大师进宫也是个好机会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就凭这些东西，想让皇上严惩皇贵妃怕也难。可你要知道，要成为一个皇后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名誉清白。一个被情欲流言所缠绕的女子，如何能成为一国之母？我本就打算着，若皇上听了我的劝，对皇贵妃严查，他们之间就会心生芥蒂，皇上也不会立她为后。若皇上不查，任流言蜚语满天，到时候只要立后之事一旦提起，前朝后宫都会有异议，她想要成为皇后也难。可现在，皇上按着此事，那就再加把火，让这件事烧得更厉害些。那个爱儿，可大有用处呢。皇贵妃小心！皇上久不进后宫，皇贵妃日日与大师相会，日久生情也是有的。皇上，臣妾并未做背弃您的事儿。臣妾去安华殿只为大清祈福，别无他意，还请皇上明鉴。哎，吃饭了。说你呢，吃饭了。我的佛珠呢？什么时候能还给我？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惦记着你那佛珠呢？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这100鞭子抽下去，你能不能活命，还得两说呢。我能不能活命有什么要紧？我无亲无故的，在这个宫里，只有安陀大师对我好，他可怜我，我不能害了他呀。安陀大师没事吧？安多大师可被你害惨了。你想一想，你就要了一串佛珠保留着，就得挨100鞭子。那安多大师呢？虽然说皇上和太后现在还没有处置他，那是看在他还是大师的份上。但有一天他出了皇城门，那可就说不准了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害了人家？我这辈子到头来就是一死，可是我不能害了安多大师呀。不过呢，不是没有一点办法啊。哎，我给你出个法子，或许能够让他们顾不上安多大师，也许就留了他的命。什么法子？你听着，我跟你说啊。
师父，我因为一时怜悯，将贴身佛珠送给了一位宫女，我是不是错了？你送给她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看她楚楚可怜，希望她得到我佛的福泽，得到内心的平静。你并无私心，何来有错？可是因为我的缘故，连累了师父和一众师兄弟闭锁安华殿中，更连累那位宫女受到鞭刑。闭锁安华殿内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我。至于那位无辜受责的宫女，我们一起为她祝祷吧。是师父。